根据英国媒体5月8号发布的文章，中国想要世界知道抗拒中国崛起是徒劳的。可以知道，当今西方国家实际上也是有清醒的人存在的。当今由美国牵头，许多西方国家都在试图打压中国，然而事实却是，他们这种行为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英国媒体还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总统拜登上位以后，就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一起反对中国的联盟。美国国务卿还称，将有共同意向打压中国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向中国说这不行，肯定不行时，就会对中国起作用。然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指出，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就是因为美国的盟友们实际上已经不抱有幻想，他们并不认为当今美国主导的外部团体就能够控制中国，逼着中国干什么不干什么了。一名驻中国的外国外交官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实际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已经差不多接受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因此在已知中国是不可阻挡的情况下，他们这些西方国家实际上没有办法和美国统一步调，也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不信任美国。在经历过4年特朗普式拆桥以后，他们这些西方国家间其实已经处于分裂且互相不信任的状态，因此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做法，欧洲国家大多持观望的谨慎态度。特别是如果会因此破坏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们就值得再三深思。文章作者提到了法国总统说的话，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中国，实际上只会适得其反。而德国总理也曾经公开反对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集团，而像与中国有良好合作的希腊、匈牙利更是不可能和美国统一战线，甚至连五眼联盟中都有一个新西兰不愿意一同反对中国。而在这一次7国集团外长会晤上，这些参加会晤的外长也清楚明白，没有办法来改变中国的政策，所以才提出会通过自己国家内部现有的措施来解决相关中国的风险问题，因为中国对自己庞大市场提供的力量是充满信心的。澳大利亚在近期频繁有高官痴迷于鼓吹对中国的战争，于是在5月7号，一些不怀好意的台湾媒体就将澳大利亚总理的话精炼后报道了出来，表示如果台海战事真的爆发，澳大利亚会支持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倒是没有过直接表明在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中澳大利亚的明确立场，只是强调了澳大利亚向来的政策，表达了一直在履行支持印太地区美军和盟友的立场。但是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高官频繁谈论对中国可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在敲响对中国的战鼓。尽管专家们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真的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谈实际上是具有很强危险性的，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缓和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让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难以走出困境。到底为什么这些澳大利亚高官会痴迷于鼓吹对中国的战争呢？澳大利亚媒体戳穿了真相。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称，之所以澳大利亚沉迷于谈论对中国发起战争，据专家分析是另有动机。澳大利亚媒体称，塑造一个假想敌是常来用来转移矛盾、团结人心的手段，而当下澳大利亚政府正因为没能处理好新冠疫苗接种的问题而面对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民众的目光聚焦到中国身上，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再次被追问到国内疫苗问题。实际上，不只是澳大利亚媒体发现并戳穿了他们讨论与中国战争的真相，就连美国媒体也觉得澳大利亚是很荒唐的。美国新闻周刊刊文称，无论是在英语世界还是中文圈，澳大利亚高官近期的发言都是令人吃惊的，认为他们的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和美军上任以及现任印太司令部的言论是相呼应的。还有学者分析认为，之所以澳大利亚高官会做出这种言论，是因为他们也认为中国迟早有一日会赶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担忧美军会选择撤离印太地区。澳大利亚高官说出这些话，表面上是针对中国，实际上却是针对没过去的，试图通过这些言论迫使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就目前来看，处于疫情危机的美国仍然将重心放在与多国上。虽说没有挑起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冲突和紧张都在不断升级。此前，美军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又对外宣称会在阿富汗附近留下一艘航母以及增派轰炸机对美军进行保护。出尔反尔不说，还与日本、法国以及比利时展开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而地点就在伊朗的后院阿拉伯海和阿曼湾。显然，美国并没有因为拜登的上台而放弃在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增加存在感，反而加大力度在该地区搞事情。
与此同时，美国接连拉拢西方国家在南海、东海等中国的地盘上展开军事演习。自二战结束后，全球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各国都竭尽全力避免发生战争，可现如今的局势却不得不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大洋彼岸已经对外释放出了4大危险信号，与此前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所说的5大开战信号中的其中4点不谋而合。据悉，张召忠曾经对战争爆发前的征兆进行了分析，得出5大开战信号，包括经济危机、舆论攻势、军事演习、物资储备以及正当理由。如果所谓的5大开战信号是真的，这也就意味着距离开战只差一个正当理由了。前4个美军早已经具备，例如疫情导致美国国内陷入经济危机，利用舆论制造所谓的人权指责中国，以及接连在包括南海、东海等多个地区展开军事演习。说白了，美国现在就差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不过美国是出了名靠战争发大财的，想要找个理由挑起一场战争，可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美国仅借一个小小的洗衣粉事件，就向伊拉克发动了战争，至此我国必定警惕，任何一个小小的摩擦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开战的借口。届时时机一到，张召忠的预言很可能就会成为现实。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的美国还能从中捞到好处吗？且不说美国如今的国内危机有多严重，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早已经不如以前。这个时候挑起战争，美国势必无法全身而退。再者，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军事上的发展，真于此时跟美国较量，我国未必会输。当然了，面对已经失去理智的美国，我国仍然需要时刻警惕，以防该国狗急跳墙，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来。美国的接连挑衅让我国清醒，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可以说我国展现的善意已经足够了。如果该国作死继续挑衅，我国也必定会重拳出击，基于最强烈的反击。此前有消息称，中国方面近期派出了代表前往阿根廷进行战机出口的谈判，双方已经接近达到12架 GF-17枭龙战机的出口协议。而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阿根廷飞机制造公司的厂房，这表明中国有可能在阿根廷建立枭龙战机生产线。不过，由于怕算旧账，英国人准备出手了。根据国防世界网站的报道，由于中国近期可能与阿根廷达成 GF-17枭龙战机出口的协议，英国可能会再度出手阻止这笔交易，而枭龙战机的弹射座椅也会面临断供问题，因为它采用的是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生产的 PK-16L1 弹射座椅。实际上，阿根廷多年来曾向国外几次求购战斗机，其中包括的西班牙空军的2手幻影 F1 战机、以色列幼狮战斗机、瑞典鹰狮战斗机、韩国 FA50 战斗机等，但由于英国或明面上要挟或暗中作梗，这些交易无疑最后都宣告流产。此后又传出阿根廷有意采购俄罗斯的苏35以及米格35等战机，但由于这些战机价格昂贵，再加上担心美国的制裁威胁，交易始终没有达成。当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制的枭龙战机问世后，阿根廷找到了机遇，而如今协议接近尾声，能否过英国人这一关成为了最后的考验。英阿两国恩怨由来已久，多年来英国一直在阻止阿根廷军事力量强大，如今中国人来了，英国能成功阻止吗？很显然，英国人忘了中国可是制造业王国。英国欲断供弹射座椅阻止中国出口枭龙，如同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纵使再大的利也枉然，根本伤不了分毫。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引进了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马丁贝克一方面帮助我国战机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弹射座椅，但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不少血的教训。马丁贝克弹射座椅优势在于重量较轻以及传感器先进，但是其他方面的数据并不突出，甚至堪称糟糕。对于歼10这样的空优战机而言，马丁贝克倒还能凑合，但是对于歼轰七、飞豹这类低空轰炸机而言，马丁贝克弹射座椅却经常失效，酿成了不少事故，一度导致我国飞豹飞行员成为高危职业。为了应对马丁贝克存在的缺陷，那时候我国就着手自主研发弹射座椅。我们先是在马丁贝克基础上研制出国产 HTV5 弹射座椅，之后我国从俄罗斯引进苏27战机，并且在俄罗斯 K36 弹射座椅的基础上又研制出更先进的 HTV8 弹射座椅。而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并没有在弹射座椅方面被卡脖子，若英国人断供弹射座椅，国产品牌会立马填补空白。